本期节目由海瑞克公司赞助播出。行业先锋海瑞克，革新地下空间建设，让地下工程更快、更稳、更智能。大家好，在我们今天的隧道创新板块，我将和大家讨论一下的低碳的隧道技术。其实这个低碳的隧道技术呢，我们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的。一个呢，就是说我用低碳的材料方法来修建隧道；另外一个呢，我是建了一个隧道以后呢，来实现我们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实际上，大家在屏幕上就已经看到了，地下洞式压气储能技术。为了跟大家讲好这个问题呢，我请来了我在同济的老同事夏才初教授。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你能够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夏老师呢，实际上呢，他原来是在同济的话，并不是搞这个领域的，他是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申军院士的学生。他原来还是搞柳变的所以我等一会问他怎么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夏老师，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感谢白总这个提供这么好的平台。我呢，硕士、博士都是搞理论研究的，但是我到申先生这边做博士后了以后呢，申先生一直教导我们要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我做流变呢，后面呢也做了一些流变大变形的这个隧道的这个工程研究，也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还是十几年以前，2011年的时候，中科院要这个申报一个863项目，这个名称就叫物理储能，其中有一个课题就是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压缩空气储能呢，它是用地下洞式作为一个容器来储能。那么我们同济大学地下系肯定是这方面肯定是我们是专业的，对吧？所以朱慧华团队呢就推荐我去这个参与这个申报。当时呢，我也做了一些地源热泵跟这个地下结构结合起来的。其实你的领域已经开始从我们地下空间进入到这个节能这样一个环节去了。就是能源地下结构呢是储热，但压缩空气储能呢是储电。那能不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地下洞式这个压气储能技术的一些关键的技术细节呢？就是我从事压缩空气储能，刚才说是十几年以前，但是呢，就是糊起来的，实际上是2020年，习总书记就是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这个双碳目标以后，那么双碳目标呢，实现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大力发展风电、光电。但这个风电、光电它是间歇性波动性的，其实这个电网只允许15%的这种波动电所以这样的话呢，要有一个大的储能装置，让它削峰填谷均衡。那么我们国家比如说2060年要50%的这个可再生能源，所以这个要大力发展大规模储能技术。大规模储能呢，就是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跟电池储能，其中压缩空气储能是未来发展的很重要的这个方向。压缩空气储能呢，抽水蓄能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它受这个地理条件的限制压缩空气储能呢，成本可能会高一些。电池储能呢，它安全问题一直是大家担心的，所以我们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呢，这个是前景是很好的。它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刚才我说是物理储能嘛，就是风电、光电多的时候不能上网，那么就把这个多余的电能这个用压缩机压到一个容器里边，然后到需要发电的时候呢，再去驱动这个气能机。然后因为大规模的话呢，我们不能用一种钢管什么，它成本太高，我们就用这个地下洞式来作为这个容器。储气洞式的话呢，也有几种又用岩穴的。现在我们主要讲的用人工地下洞式，但人工地下洞式成本会高一些。岩穴的话呢，它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国家也比较少，也不见得每一个岩穴都是合适的。我们现在国家在规划要建设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的这个电站，大部分都是人工开挖的地下洞式。白总说这个关键技术哪些，我现在介绍一下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的洞式的这个特点白总是隧道领域的专家
这个我们前面建的这个隧道啊，实际上都是围岩的自重跟低应力控制下，就是它是外压控制的。其实它只要建成，基本上就成了。但我们压缩空气储能这个动势，它是受内压控制，不是受外压控制的。所以高内压情况下呢，它其实有这个动势有3个特点，一个是内压它达到10个兆帕，就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呢，充放气啊，一般来说1天会充1次，放1次。那么如果我是运行期是30年的话，那就1万多次啊。它是在而且在充放气的过程中啊，它温度会上升，也会下降，所以它这个是就是说，一个呢是应力是反复循环作用，那就有一个疲劳问题。然后呢，温度呢也有个上下，有个材料有个老化问题。第3个特点就是密封性，漏气了以后效率就低了嘛，经济性也受影响了嘛。它要求是每天漏气量不超过0.5%到1%。关键技术也是3个方面，就一个是高内压控制下的设计技术，第二个是就是疲劳和温度老化情况下的内久性控制技术，第3个就是密封技术。夏老师啊，听下来啊，我感觉到这个确实是跟我们通常的我们做隧道的交通隧道啊什么那些方面的内容啊，设计的内容也是很不一样。就像您所说的，它这个受力的这个荷载的这个有一个循环的特性，还有温度场在里边，而且呢，它是要防止那个气的泄漏，这方面研究。所以呢，我感觉到您一定是你们一个团队啊，一定是有一定规模啊，才能够胜任这么多的研究的内容。那你现在这个团队建设情况怎么样？我现在呢，这个团队呢，就是教师有5个人。然后呢，研究生呢，包括博士、硕士有十几个人，因为项目也比较多，无论是这个国家级项目跟那个横向的科研项目啊，还有工程面对的工程问题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希望研究人员招一些，包括博士后。你还想扩大这个？那肯定的，现在我们这个领域是在风口上。我还注意到，因为你好像还是我们中国岩石力学学会下面的一个深地储能技术，这么你们有一个分会，您是一个发起人是吧？在这个研究上面，你认为这个分会它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就是现在工程项目很多。其实我们现在既是工程问题，又是研究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啊，它设计包括一些设计规范都没有，设计方法都没有。我们就是实际上是沟通这个产学研用，就是现在我们国家有几十个项目等待着开工，等待着测施工图，其实现在没有规范，甚至于没有怎么合适的设计方法都没有，所以我们一个要做科研，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科研；第二个呢，要沟通这个科研、这个设计、这个施工，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这种隧道不是说建成就可以了，这个内压冲进去，然后反复循环，所以它后面建成了以后还有很多就是说这个运行期的一些要控制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些都是要就是各个领域都要沟通，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沟通、制定规范、开发新技术。对，这个峰会就是说，你可以把我们全国这个行业的这个领域研究的人，大家都能够汇聚在一起，发布一些标准啊，是吧？对。然后进行一些学术的讨论。我还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方面的学术讨论。下一期是在哪里开啊？到时候我也想来学习学习。去年4、5月份开始筹备的，11月初就得到了这个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批复了。然后我们11月份呢，同时我们在中国岩石力学大会上，我们搞了个分会场。25年这个5、6月份嘛，我们要搞个成立大会。现在呢，已经有400多会员，100多家这个企业，
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啊，它就跨越的这个范围比较广，能建系统的、电建系统的、中交、中铁、中建，当然还有设备啊，这等等的，都参与了。对，当然还有核心，我们还做颜色力学跟相关的这个研究啊。那么你现在讲的是中国的情况，在国际上的话，在这方面研究。哪些国家它是比较你认为是比较那个领先的？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压缩空气储能这个技术呢，发展的还是比较早的。就是1978年的时候呢，德国就有一个电站；1991年呢，美国也有一个电站，是双磷化运行的，利用的是盐穴吹食盐留下来的空穴作为这个储气容器。但刚才我说了，这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要真正能够发展的话呢，还是大规模发展的话，还是要用人工开挖的。人工开挖呢，就是日本跟韩国，他们呢也是在应该是就是10年以前，他们也做了一些理论研究跟现场的这个小型的模拟试验，但是呢，他们工程其实后来也是没有实施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真正做成的，就是用人工动力做压缩空气储能容器的一个工程。但是我们国家倒是有几个已经在施工了，已经开始在施工了，但是运行还没开始运行。夏老师啊，你这个渗漏率的话，你是每天0.5%这个体积吧？这个是具体怎么来理解呢？白总。这个渗漏率0.5%，我们主要是指的是这个质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这个图画的也是个圆的哈，我就在想啊，这个可能蹬钩法 TBM 的方法是能够施工的，然后呢，我们通常 TBM 乘气呢，交通隧道里面都是单层的，那么矿山法你是一般都是双层的，是吧？这么高的一个渗漏率的要求，你认为即使是用 TBM 的方法，是不是也要做成双层乘气啊？如果好的围堰的话，只要这个密封层就可以了。比较差的围堰，那首先开挖的时候要保证它的安全，所以我们也要初称，然后也要二称。二称的话呢，也是保护这个密封层。我们现在的基本上的做法呢是密封层呢用钢衬，但是钢衬呢，其实它这个变形能力比较弱嘛。为什么要把地下动力放在地下？就是为了发挥围堰的这个承载能力，就是用这个围堰的自重跟围堰的强度来把这个内压抵消掉。那围堰的能力发挥的话，是要这个让它变形，然后它产生围堰产生抗力，那么就抵消掉了绝大部分高内压。如果你这个钢衬这个比较钢的钢衬放在这里的话，围堰的这个承载能力就发挥不了。好的围堰条件下，薄薄的一层钢衬是可以的，它因为变形很小，就围堰的这个承载能力就产生了。我们做过计算啊，比如说围堰条件比较差的情况，它这个钢衬厚度会达到几十个毫米，搭很厚的钢板。这样的话呢，这个成本也高了，这个运输安装包括焊接都是难题。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它是根据这个需要，比如说有这个风光电的地方我们就要建一个这样的电站。那么它的地下的围堰条件不见得是好的呀，所以我必须要适合不同的这个围堰条件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就要尽量就是让它这个变形释放，用柔性乘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初称、二称，然后密封层。密封层呢，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研究这个柔性密封，就是高分子材料等等。就我们用高分子材料的话，就有一些密封层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对温度敏感的，会老化，它有内疚性问题。还有我们这个高内压情况下，钢筋混凝土是比较容易开裂的。如果一个柔性密封层后面钢筋混凝土是开裂的，那就有一个线缝破坏问题。高分子材料通过材料本身它也有一个渗透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研究解决了。
颗粒问题我们也有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那您在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你们是通过做试验吧，还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我们这些问题都在实验室水平上，我们都已经做了。从材料的角度，从构件的角度，我们都是做了实验的。我们呢也自己呢就是搞了一个相似材料的模型系统，花了几百万，投资几百万，我们做了几个模型试验。工程问题光靠做材料构件跟模型试验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么大的工程，一般投资都是几十个亿啊，起码是十几个亿、几十亿的工程。从理论到工程，肯定是中间要做，起码要做一个小型的工型试验。我们比如说做装机测试，理论那么成熟，还有规范，每一个项目都是要抽要试装的，对吧？我们这么大的项目，怎么可以不做工程性的这个试验呢？所以我一直呼吁，就是说下面这件事情能不能成，一定要做工业化的小型的这个试验也不能冒进直接去做工程啊。对啊，那就是要做这个示范，英文说起来就是 demonstration 做一个这样一个示范的，然后的话再推广。夏老师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讲的那么详细，使我们对这个氩气储能的技术应该说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呢，我就在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我看来要今年的这个6月份到宁波参加你这个深地储能峰会这个会议，我估计在这个会上你们会有进一步的探讨。好像这个具体时间还没有嘛？具体时间你什么时候到时候要告诉我好的呀，6月份大概基本上也可能在宁波欢迎这个白总这个欢迎各位到我们去宁波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个地下压缩空气储能方面的技术是非常有趣的。好了，今天的白银说税节目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